回去的路上要小心，必须和同伴拉着手，千万不要松开。夜晚要锁好门窗，如果听到敲门声或者有人在窗前叫你，一定要记得不要打开门窗。看这个样子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你们只是在这里住1个晚上，如果全部告诉你们，会让你们担惊受怕的。都已经这样够可怕了，你就全都说了吧。好吧。莱西，去给客人倒杯红茶。你的手。哦，他是我的儿子莱西，他不会说话，他的精神有一些问题，发病的时候会伤人，镇上许多居民被他伤过。发病的时候要用绳子控制住，难免手上会留下痕迹。你们不用在意，我们接着说镇上的事。事情发生在几个月前，雅各布斯的人家和贾米森一家相约一起去几公里外的湖泊钓鱼。两家人在湖泊扎好帐篷，刚打算钓鱼，就遭遇了雪崩。雅各布斯先生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，是贾米森一家把他带回了家。他们告诉了他妻女遇难的噩耗，然后默默地关上了房门。正当雅各布斯悲痛欲绝的时候，他看到窗外自己的妻女在焦急地呼喊他。贾米森一家已经在雪山遇难，他们是死人，快逃出来！雅各布斯选择相信自己的妻女，翻窗出去了，消失在风雪中。贾米森的儿子趴在门边，听到发生的一切，然后告诉了他的父母。这件事立刻就在小镇传开了。过了几天，雅各布斯的头就被摆在了窗台上。那时候镇上就开始发生接连不断的怪事，很多人不幸被杀死，头被摆在窗台上。有人说看到了奇怪的脚印，大家都说是雪人的脚印。故事听听就行了，别忘了你在休假中。知道了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你们在路上必须和同伴拉着手，千万不要松开，走散了会被吃掉的。逮住这句话不放了，烦死了，离我远点。被外人打扰了，来，我们接着做刚才的事，别挣扎了。周围的人都当你是个疯子，你永远都逃不出小镇，逃不出我这里。李德那小子又出意外死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救你，这都是我弄出的痕迹呢。真扫兴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去开门，莱西。也不知道那个老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看过他给黑羽写的求助信。你什么时候去的黑羽？是尼尔拿到宿舍，被我看到了。刚才就提醒过你了，我们可是在休假中。这种事也不能放着不管吧。总之今天别乱跑，不然我就连夜把你扛回圣亚里斯去。说起来，你觉不觉得他们很奇怪啊？两个人长得完全不像，镇长让他倒茶的时候还搂了他的腰，那种程度的抚摸不应该存在在亲子关系中吧？那算他们私事的范围了。快来过来躺着吧，你这样盯着窗户也盯不出什么的，雪人又不是每天出现。知道了，我把窗帘拉起来。副队。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倒是被你吓了一跳。别看了，那都是幻觉。加兰，这玩意儿还能跑到旅店里敲门？这也太逼真了吧！哼，保持警惕心是好事。你们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因为那封求助信吗？可是尤娜怎么会一起？是很重要的事，尼尔他开始恢复了。虽然能有变化是好事，可现在还不是变化的时机，毕竟当年的恶魔还存在。我查阅了不少资料，传说这里的雪山附近有个叫忘却湖的地方，如果能喝到湖里的水，可能会对尼尔现在的情况有帮助。正好看到了这个委托，就立刻赶过来了。我们从镇长那儿开了证明过来，看到了副队。恐怕不光是恶魔，是不是还怕他想起来什么呀？喂，当时两个人的感情一团乱麻。客人，您点的3杯热红酒和4份意面，还有您的特制牛奶热可可1杯，配巧克力小船。就算喝不了酒，也不用给我点儿童饮料吧？很适合你不是吗？行了行了。番茄罐头是我们自制的番茄罐头，那是送你们的纪念品，以前想买还买不到呢。生意变得不好，我们店1个月之后就要关门了。因为雪人吗？是啊，
自从雪人的事情传开了，几乎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了。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我想想，事情是从雅各布斯的遇难开始的，5、6个月前。和镇长说的一样，几乎每个夜晚都有朋友、亲人在门口或者窗户呼唤你。我们不敢随意给人开门，不敢开窗户，邻里之间也不敢串门了，除非找镇长开了证明，才能相互往来。你们的镇长就不怕雪人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可是镇子上最受人们拥戴的人，他似乎拥有魔法，轻松击退闯入镇上的狼群，会通过祭祀祈求阻拦雪崩的到来，所以小镇才这么繁华。可雅各布斯一家不是因为雪崩去世的吗？那是因为对雪山的献祭中断了。杰瑞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反正没有其他客人，后厨没事做，还不如出来聊天。你是说献祭？每年向雪山献一对少男少女，所以小镇得以平静。平静的日子过了太久，人们忘了过去的痛苦，开始抵制这种祭祀。祭祀停止，灾祸就卷土重来了。我想雪人下山吃人，也许只是灾难的开始。可是谁又愿意献祭呢？你这么说，是因为你的家里没有适龄的年轻人吧？总好过大家一起死。你就是仗着姑妈马上来给你撑腰。你们的镇长还有个精神有问题的儿子。你是说莱西？哦，那个是镇长的养子了，他经常冲出房屋，然后居民帮忙把他送回镇长那里。镇长还有个侄子叫李德，李德和莱西一起长大，他还活着的时候，莱西的病情还能稳定一些。可惜啊，镇长的侄子在7个月前因为一场意外死了。姑妈，虽然已经知道您要来，但还是请您拿出找镇长开的证明。不是明天到吗？怎么今晚就来了？镇长没有和我们提起李德的事，不过和队长他们说了一些。结合旅店老板的话，镇长来任职时就带着他的侄子李德和养子莱西。李德的父亲去世，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弟弟厄尔利，莱西则是他们已故的老管家的孩子，名义上是养子，实际上是在家里干着杂物的仆人。听他们说，死去的李德和莱西关系很好，镇长责骂莱西的时候，李德都会护着他。一开始莱西并不是哑巴，后来在14岁那年突然就不能说话了，再后来精神也变得不太正常。为了给他买更多的药，李德常常在下课后冒着风险去山上狩猎，直到7个月前，李德狩猎的途中意外去世。莱西的病情因为伤心更加严重，有传言人们怀疑是李德的灵魂留在了雪山上，变成了雪人，不断杀死小镇的居民，所以镇长才求助黑羽。房间的炭火已经烧得够旺了，你这样不觉得热吗？我怎么觉得这破窗户漏风呢？胡说八道！你接着说呀。奇怪的是，明明太阳下山之后，只有拿到证明的人才能与人交流，怎么这几个月还有这么多人死去呢？这很正常，总是有人油盐不进的。就比如我身边的这位。你怎么总把话题扯到我这里？明天去山上调查的时候，你可别单独行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到底要说多少次？我倒是对那个忘却湖很感兴趣，要是对你也有用的话，睡吧。